上任第2年，宗馥莉還没有拿下娃哈哈。从去年爆火后，娃哈哈似乎一直陷在风波里，商标转让、董事长辞职、工厂停工、员工维权，5月爆出的代工事件再次将娃哈哈推上风口浪尖。一边是营收重回700亿，宗馥莉登顶胡润百富榜女首富；一边是超1500名员工抗议维权。宗馥莉到底能不能扛起宗庆后的大旗？难道娃哈哈真的如觀察者網所說，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？今年5月，娃哈哈因終止與金麥郎的合作登上熱搜，這下知道的不知道的全知道了。其實從去年開始，就有網友發現自己買的娃哈哈純淨水生產商是金麥郎。追問之下，娃哈哈的客服給出了回答：是的，我們部分產品確實是金麥郎代工，但是已經在4月終止了合作。品牌陷入輿論，官方站出來解釋一句很正常，但是回應的字裡行間總透露出一點不對勁，好像有誰被踹了一腳。很快，金麥郎董事長范建國在採訪中回應：我們從採訪中提煉出了幾個很有意思的信息點。首先是娃哈哈找金麥郎代工是考察過他們的生產線的。其次，從去年5月到今年5月，金麥郎為娃哈哈代工了近12億瓶純淨水，每瓶只賺2分辛苦錢。哪怕在去年銷售旺季，金麥郎自己的藍標水產能緊張，也優先支持娃哈哈。最後，採訪中范建國提到的合作截止時間為今年5月。然而，娃哈哈在之前發表的聲明中表示，從25年4月起，娃哈哈已經終止與金麥郎的合作。至於質量問題，范建國沒有回答，雙方各執一詞，讓我們代工事件更加撲朔迷離。其實代工這件事在各行各界都不算稀奇，中國的制造業最初就是靠代工起家。現在盒馬的綠瓶水也是金麥郎在代工，為啥消費者們對娃哈哈找代工這件事這麼難以接受呢？究其原因，可能在於娃哈哈長期以來一直以自有工廠、實驗室級水質為賣點。娃哈哈的純淨水在各個高校裡是實驗室的御用水的存在，可現在代工廠就能加工生產，同樣是24瓶礦泉水，同一個工廠生產，娃哈哈的售價約為29元，而金麥郎只要17元，換了個牌子，每瓶就貴將近5毛錢。到底是不是智商稅？當品牌承諾與消費者認知之間落差感爆發，娃哈哈陷入輿論漩渦就成了一種必然。畢竟消費者們花錢買的不只是水，還有對品牌的信任。說到品牌，娃哈哈的品牌似乎一直和宗慶後綁在一起。這家姓國不姓宗的國民企業中，宗慶後收穫如此多的尊重與崇拜，不僅僅是因為他是董事長和手裡的股權，更是因為他所展露出的使命感與對待員工和社會的那種極致的真誠。娃哈哈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，只要不違法違紀，娃哈哈就不會開除45歲以上的員工。某種程度上，這種家文化有點像日企，講究年功序列、雇員終身制，雖然看上去略顯笨重，但是企業內部凝聚力和戰鬥力都很強。然而宗馥莉似乎決定走一條完全不同的路。上任沒多久，宗馥莉就對娃哈哈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第一把火就燒在了高管身上。據金融界報道，在宗慶後去世後的2個月內，娃哈哈的核心高層基本上都被替換成了宏升的高管。包括這次代工事件，娃哈哈給出解釋的是產能不足。去年娃哈哈營收破700億，同比增長40%，確實會有產能跟不上的情況。但是娃哈哈不是沒有過輝煌的時候。2013年的宗慶後時代，娃哈哈營收高達782億，為什麼當時不找代工？仔細檢索就會發現，關停的分廠很多都是娃哈哈老臣杜建英持股。不過關廠到底是調整優化產銷布局結構，還是內部權力博弈？在確鑿證據出現之前，一切都是我們的猜測。其次，娃哈哈的大鍋飯模式也要改。宗慶後時代，娃哈哈以穩定自居，在不犯錯就不會被開除的情況下，員工幹多幹少差別不大。而宗馥莉上任不久，就將員工薪酬體系調整為 A、B、C、D 4檔，分紅也不再按資歷分紅，而是與崗位績效掛鈎，多勞者多得。這一舉動自然遭到員工們的反對。24年下半年，超過1000名員工成立了娃哈哈維權會，捍衛自己的鐵飯碗。但是宗馥莉無所畏懼，不僅如此，幫娃哈哈打下半壁江山的營銷體系，宗馥莉也要改。過去這種經銷商先打款後提貨、年終返利的銷售體系，確實讓娃哈哈的產品滲透到了全國。但是在電商發展如火如荼的今天，聯銷體明顯有點過時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將宗馥莉燒成了風暴中心，從舉報信到離職信，再到如今的代工事件。有人說宗馥莉未免有點太猖狂，也有人說他是美式教育培養出來的資本家，在中國辦企業還得明白人情世故。但在娃哈哈品牌老化的困境前，或許没有人敢說他會比宗馥莉做得更好。亂流之下，娃哈哈的未來是好是壞，只能交給時間去回答。